没有提前选好，所以就随便翻吧。今天从这个开始，叫夜梦传说。这个拼音没有标哪一个音，但是夜梦传说还是能读的，能读出来的。反正先给你们看一下吧，这个画的图，有一位也不算老人吧，比较样，一位男生在睡觉，然后在梦中见到一位老头。这样子说是不是不太尊重啊？一位其他的男人。OK， 开始了。英德国，这是一个国家吗？我是不是都不知道。英德国王传到武丁的时候，什么是武丁啊？感觉一开始就什么都不懂了。为什么？这是小孩读的书。国家呈现出衰微的真相，越读越不懂了啊！真抱歉大家，我平常读这些故事的时候，就是从上次那个语言击败手还是能懂的，但是这个就完全不知道他在说什么了，是不是应该查一下？好吧，武丁好像是一个人物，因为这下面就说武丁为了国家什么什么什么，所以好像是个人，但是呈现出衰微是什么意思？让我先查一下吧。真的对不起。再一次把 Google Translate 打开，然后写吧。希望这个不要滑下来，然后砸碎。我现在把 iPad 放到右边 ，OK， 抄下来，到底在哪呈现出到底什么意思？然后这样子写，不对，从开始吧，这个也太差了，差得太远了。OK， 然后一撇入沟进去，甩，然后尾，这样子写进去。OK， 查出来了，衰微英文是 decline， 就是 decline， 国家呈现出衰微的真相。好，现在有一点明白了。武丁为了国家能够复兴，开始寻访天下的贤人。有一天夜里，武丁梦到一个圣人。圣人是什么？是不是一个非常全能、什么都知道的人吗？到底圣人是什么呀？OK， 查一下。说完圣人写进去 ，saint， 英文是 saint， 就是个非常伟大、很有道德的人物吗？圣人说他的名字叫说，一个人的名字能叫说吗？第二天醒来，武丁就派人去找那个叫说的人，
结果在一个叫坐船岩的地方找到了说，因为说是在船岩地方找到的，所以就把它叫做传说了。武丁发现传说聪明而有才干，谈吐也投合自己的心，于是就叫他做了国家的宰相，这是一种官吧，好像是。我小时候看了《宰相刘罗锅》，所以应该是那种人物。传说做了宰相以后，把国家治理得很好，英国从而得到渐渐的复兴。好吧，希望下一个故事能更容易理解。哎呀，我中文太差了，为什么会这样子？好，下一个神话叫长脚人背长臂人。好，给你们看一下这个图，这一位是长臂人，这一位是长脚人，静静的看一下，看一眼。好，开始读了。长脚人是长脚国的人，长脚国又名长谷国。什么是又名？而且谷是什么？位于西方海外，是吴齐国的邻国。长脚人与一般人不同的地方，就是他们的脚特别的长，长有3丈多。这是什么样的单位？3丈多。长臂人是长臂国的人啊，真的。长臂国人个子高矮与一般人差不多，可就是手臂特长，长有3丈多，站在那里两臂都能达拉到地上。由于手臂太长，所以捕鱼特别方便。他们经常站在海边，把2条长臂伸到海水里去抓鱼。长脚人有时还背着长臂人走动，他们配合得很好。这个故事是比较简单，我能理解的故事。今天也没什么兴趣读这个神话300首，毕竟我也现在长大了嘛，所以不像小时候那么喜欢这种故事。对，反正我这个年龄的人也不太能享受这种故事了吧，需要更复杂的、更有内涵的故事。所以如果你们有什么可推荐的书，可以忘了叫什么评论留言给我写下来，我可以去网上找。上次提到的午夜图书馆已经读完了，好像是一本比较短的书吧。我读的就是电子版的，所以我不知道到底真的这
本书是多厚，反正感觉特别短，因为我好像用了1-2天的时间读完的，所以挺好的，喜欢，有兴趣读韩语版的，因为中文版好像只有繁体字的，所以我是肯定读不了了。但是韩语版的好像可以读吧。但是下一本想读的书是这一本，有可能看不见。这本英文叫《American Dirt》，是我有一个老师推荐的。他说他读着就哭了，所以我还是比较喜欢可以把我弄哭的书。但是到底怎么说？令我伤心的书？反正我是一个比较喜欢哭的人。所以这本书我查了一下，然后读了第一页，不，读了好多页，感觉还行，所以我会继续读的。这本书是关于一个小男孩还有他的妈妈，他们住在墨西哥。有一天，黑社会的人来到他们家，好像是黑社会，就是毒贩组织来到他们家，把他们所有的家人灭亡了，干掉了。我不知道最好的说法是什么，反正他们全家都死了。这是就是最开始书最开头就是这个情况，所以不要担心我没有说太多。反正是因为他的爸爸是个记者，每天写关于这些毒贩的消息吧，所以他们叫他爸爸停止不要写，当然他爸爸继续写了，所以导致了这个下场。然后我就读到这就没有再读了，还是有兴趣继续读的，因为我觉得这个作家写字这个写法非常有水平，非常好。我也感到快要哭了，因为他写的真的非常好。不知道，好像我应该多学一点形容词，最少关于书写的水平啊，最少关于书的形容词，因为也不能一直说太好了，很好，觉得特别好，好是什么意思？不太了解整个书的情况，但是好像就是这个事情发生了以后，他们我还没读到呢，他们会搬到美国，然后重新开始他们的生活。当然在美国也肯定会遇到很多关于他们应该会遇到种族歧视，是不是这样子说的？刚才没有查出来，反正好像是那样子说的。这种困扰，因为美国人对墨西哥人有什么偏见，对不对？所以好像会有这些内容。我没有仔细的去读他的那个讲解，是不是叫讲解？什么词都不会，说话好困难啊，我好难看。这就是为什么我希望多练习一些，希望以后说话没有这么困难。
是有没有更好的方法？因为我做这些 ASMR 视频也不会说到任何特别复杂的话题，对不对？而且我还要翻译。其实翻译不是最耗时的，最耗时的就是把那些翻译的字幕跟视频就是对起来，不对起来就不对头了嘛，所以那个是最耗费时间的事情啊。上次那么短的一个视频，好像还是10几分钟，光搞字幕就搞了3个小时，太痛苦了，真的。但是搞还是要搞的，因为不懂中文的人怎么办呢？所以说，还是必须有这一类的牺牲的。牺牲是不是有一点太 dramatic？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儿了，好像不是特别成功，因为读书也没读了那么长时间，说话也说的乱七八糟的真伤心啊！下次会做得更好的，好吧？下次见。